敢相信吗？一行代码都不懂的我，用1天就搭建了这个网站，让大家可以领取我提供的免费 AI 学习资料。还有，如果你想做跨境电商、个人博客，都离不开搭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网站。在过去，你或许觉得搭网站是一件离你非常遥远的事情，但今天我就想告诉你，实际上你只要有电脑，会上网，会打字，每个人都可以零基础搭建网站，甚至现在利用 AI， 你10分钟就可以完成它。这次的视频呢，我将会手把手带你如何从亚马逊云购买云服务器、购买域名到使用软件搭建网站，并在最后展示用 AI 工具搭建的网站到底是怎么样子的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开始吧。第一步，选择云服务器。其实云端网络服务大家在生活当中一直都会用到，只是你可能不知道。最简单的应用呢，就是搭网站。很多网站的服务器都会依赖云服务器来运作，比如大家常用的 Netflix、Airbnb、Spotify 背后依靠的都是亚马逊云。我认为云服务器最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稳定，因为一旦云服务器出现问题，它所搭载的应用都会受到牵连。第二是覆盖范围，因为当服务器节点与客户端距离过远的时候，客户会明显的感知到网络延迟，是非常影响用户体验的。第三就是安全性，一旦一些机密的业务数据被泄露，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所以总体来说，我认为 AWS 是综合排名最高的，从市场反馈也可以看出来。各大云服务器供应商中，亚马逊云以接近 34% 的市占率排名第一，比第2、第3名加起来都高。第二步，注册亚马逊云。好的，在万花丛中选择好云服务器供应商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购买服务了。我们来到 AWS 官网，现在他们的 EC2 云服务器有12个月的免费体验期。如果你需要建的网站流量比较大，是企业级的话呢，我认为这个还是非常划算的。但是我今天演示的是另外一款更适合个人网站搭建的产品，叫做 Lightsail。具体这2款产品的差别，官方呢也提供了解释，我把链接附在说明栏当中了，大家也可以在阅读后判断自己到底适合哪一个产品。我们在上方搜索 Lightsail， 那这款产品呢，它在3个月内是完全免费的，让你先体验体验嘛，是不是非常的人性化？点击开始使用 Lightsail。在使用之前，我们要先去注册 AWS 的会员。注册会员非常简单，你根据步骤填写就可以了。首先填写你的邮箱和用户名，然后需要验证一下邮箱，完成后填写你的地址等信息。到下一个步骤，它会要你输入信用卡号，但请放心，如果你还在免费使用期的话呢，它是不会扣款的。当然，未来如果你持续在使用他们家服务，它就会扣钱了。接下来只要输入你的电话号码就可以了，然后会收到一条验证码，这个环节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。最后一般大家选取这个免费版就可以了。恭喜你，这样就成功注册 AWS 啦。第三步，购买云服务器。登录之后呢，我们就会进入到 Lightsail 的页面了，所以我们点选这个 Create Instance， 点下去之后，我们就要去设定它。首先我们需要判断要使用 Amazon 在哪一个国家的服务器。如果你在亚洲的话呢，新加坡、东京、首尔这几个都可以，选择离你相对比较近的就好。平台选择 Linux， 蓝图我建议大家直接选择 WordPress 就好。这款软件呢，我后面会详细介绍。继续往下滑，然后根据你想要租用主机的效能，像是 CPU 要多快的，容量要多大等等，去选择你的费用。如果你的网站是非常简单，只是想要有一个形象网站，流量也不会太大的话呢，你可以直接选这个最便宜的版本。如果你不太确定未来网站的发展会有多大，我很建议你先选这个5刀的。
我个人认为它的效能、配置等性价比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而且不要忘记 AWS 会给我们3个月的免费使用期限哦。你可以先选一个版本，然后再根据流量调整。下面就去写这个网络服务器的取名，后面都不用去设定它。最后我们直接按这个 Create Instance 就可以去创建我们的虚拟服务器。说实话，到这边其实你已经架设好自己的第一个网站了，大概等个2到3分钟，它的虚拟服务器环境就会架设好，然后在这里是会处于 running 的状态，代表它现在正在运作。第4步，进入网站及后台。实际上，关于进入后台的操作， AWS 的这个文档中也非常详细的说明了，大家可以点击说明栏链接详细查看。首先点击右上角的这个图标，进入 SSH 快速链接界面。在刚才我提供的 AWS 官方说明链接中，复制这段命令来获取默认密码。复制进去后回车，这就是我们要获得的密码。记得把这段密码复制到备忘录并保存下来，等一会儿会用到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自己的这个网站，复制 IP 地址，然后粘贴到地址框。你可以看到这个界面就是 WordPress 最基础的网站模板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去后台改它的这些文字，把它做成一个漂漂亮亮的网站。那我们要怎么进入网站编辑后台呢？我们依然打开刚才 AWS 官方的教程页面，复制教程里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把 WordPress 提供的 IP 地址替换 Public IP Address 的部分。最终的形态应该是这样的，点击回车。这是后台的登录界面， User 栏就填 User， 对，就是这4个字母。然后密码栏填刚才我们在这个界面获得的密码，我之前让你复制进了备忘录，这时候把它粘贴过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登录到 WordPress 的后台了。第4步，使用 WordPress 编辑网站。WordPress 呢是一款对小白用户都非常友好的软件，即使你没有编程知识，也可以轻松创建和管理网站。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直观的界面，几乎可以通过拖拖拽拽就搭好一个网页。我比较推荐大家使用 Elementor 这个插件，只需要在插件这里搜索 Elementor， 然后点击安装即可。安装完成后就可以选择他们的模板，然后拖拽一些功能块就可以完成了，非常方便，小白友好。由于时间关系呢，在这一块我就不详细展开了。如果你想要看详细教程的话呢，记得为我的视频点赞。如果我视频点赞超过1000的话，我就为大家演示使用 Elementor 搭建网站的详细过程。第5步，购买域名。虽然我们已经成功的把网站搭建起来了，但是访问它还是需要输入丑陋的 IP 地址。如果我们想要使用一个优雅的域名来访问自己的网站，该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就需要使用到 Amazon 的 Route 53 服务了。走，我们先去买个域名。注意哦，购买域名是需要一点费用的，不同域名之间的价格呢差异也比较大。如果你认为你不需要的话呢，就可以跳过下面这个步骤。我们进入 AWS 首页，搜索 Route 53， 点击开始使用，选择注册域，进入域名搜索页面。我们可以搜索感兴趣的域名，看看有没有被人注册。简单说明一下，我们通常见到的 .com、.org 的后缀都是1级域名，1级域名左侧的是2级域名，2级域名左侧是3级域名。例如这个网址中，百科就是3级域名，百度就是2级域名，com 就是1级域名。通常情况下呢，不同的1级域名的价位也不同，而且有人专门做域名的转卖生意，他可能会囤下大量的优质域名，然后待价而沽。注册域名需要填写一些基本信息， AWS 会根据你的注册信息发邮件验证，稍等片刻即可注册成功。成功以后，它会给你的邮箱发送信息，这时候你再刷新 Route 53的控制面板，
就可以看到已经有一个域名在等待着你的重新了。第6步，把购买的域名解析到实例的公网 IP， 点击域名，选择创建记录，把刚才我们的公网 IP 填进去，然后确认。这一系列操作完成以后，我们再在浏览器的地址栏里输入，就会发现它已经指向了我们刚才建立的网站。到这一步呢，我们的域名解析就大功告成了。那相信大家也从之前的描述中发现了，如果你要登录网站的管理后台，只需要在网址的后面加-admin 就可以了。不要忘记把你的网站管理后台加入收藏夹哦。最后，现在毕竟是 AI 时代嘛，所以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使用 AI 工具搭建的网站效果到底是怎么样子的。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 AI 网页生成工具主要是这几款，所有网站的链接呢我都附在说明栏中了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，可以逐个尝试一下。这个视频我就不展示所有的过程了，直接说结论。我自己初步使用下来啊，从使用体验到最终网站生成的效果来说，我个人最喜欢的工具是这个。首先，这2家搭建的结果我是比较不满意的，最终 AI 生成的网站都不知所云，几乎不能用。这个和 Pineapple 的结果还可以，至少能看，但 Layer 的视觉风格我个人觉得有点老派。Pineapple 也不错，但是它建网站的流程还是过于简单，几乎就是你自己写一段 prompt， 然后它自动就生成了。那大家应该都知道 prompt 写作本身啊就是一个门槛，而且众所周知我比较懒，所以让我自己写一段话总是要头疼一些。而相比来说呢 Hookos 的引导就会人性化很多，它的这个创建流程有点类似于 ChatGPT-S 的方法，就是会询问很多和你网站相关的问题，你只需要回答就好。这鼠标点点我还不会吗？而且呢，我是个颜控，给大家看一看网站提供的一些默认模板，是不是都还挺好看的？它会根据你之前提供的信息，1秒就创建好模板。如果不满意呢，在编辑页面也可以改，这个改动也不需要任何代码，跟你改个 PowerPoint 差不多，非常简单。完成网页的设计后，你就可以根据他们网站的提示，把你的域名和网页链接上就可以了。看到这边，你应该就发现 AWS 加 AI 技术去建一个网站有多么强大了。只需要点点鼠标，不到10分钟就可以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网站，是不是超级酷？如果你看到这里，并且跟着我一起做了一个你自己的网站的话呢，拜托一定要在评论区里告诉我，让我们一起庆祝这个美好的时刻。那其实我是完全不懂代码的，但我还是从0到1架设出了一个自己的网站，所以我相信，既然我可以做到，你们一定是可以的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，不要忘记给我点赞、关注和开启小铃铛哦，这将鼓励我生产更多优质的视频。我是木子，带你一起用 AI 改变生活，赚被动收入。